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密集投资频道。今天是2026年2月24日，星期二，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盘中的复盘。那么大家都已经看到了，今天美股有一个大涨。什么叫做一日地狱，一日天堂？这个呢，就是美股。昨天周一，我知道很多人都在喊崩盘，都在担心世界大战，都盯着说 SPY 680要破位。但是呢，昨天的视频里面，我是斩钉截铁的告诉大家。假摔诱空带血的筹码，而且呢，我也跟大家在这个视频的标题里面说得很清楚，你看到广度的崩盘，它会先于指数见底，这是华尔街的一条铁律，好吗？而且呢，在周日我的做这个视频的复盘的时候呢，我也跟大家有讲到铁底是什么，金底是什么。哎，当时呢，有一些人还在嘲讽我，所以说我也不想说什么了，好吧，不想说什么了。那么今天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盘面，这个盘面的一个走势，我觉得走的是不错的。SPY 暴力反包，一根大阳线直接吞没了昨天的跌幅，而且是重新的站上了哪里呢？688这个地方。那么到底还有没有机会把这个底给跌破呢？我告诉大家有，但是这个机会不是很大。在股市里面，我们一定要去做大概率的事件，好吗？然后再来看一下 QQQ 更是跟疯子一样，好吧？那么在 AMD 的带领下，不仅收复了600，而且呢还直逼接近610。所以说昨天如果你因为恐慌而割肉的朋友，今天恐怕已经是住进了 ICU。这个就是我反复跟大家强调的，在这个市场情绪是廉价的，逻辑才是无价的。如果你很幸运，你加入了我们的会员，或者是你有收看我昨天前天的视频，我相信你都知道应该如何来进行操作。如果你赚了钱，那么请你给我点个赞，好吗？那么我们会员群的朋友的盈利更不用多说了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盛，很多的新加入的会员都是赚得盆满钵满。像这位老会员账户新高了，这个不奇怪，账户就应该新高，好吧？账户就应该新高。如果你没有新高的话，你要问一下自己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。然后这位朋友他是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入群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他是怎么进行操作的。他说我的日内点位和周期线特别的好用，所以说他每天都有小几百到一两千的一个盈利。这2天送钱的机会，他是赚了接近$5000的，而且呢，1年的时间，基本上他的资金是翻倍了。所以说他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反馈，我觉得特别的好。如果大家想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，像这些朋友一样的有盈利的话，那么欢迎大家来扫码，或者是来点击视频下方描述栏的这个链接。我偏向于大家去加入 Discord 的会员群，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学习资料。YouTube 这边的话呢，只有博士班有每天的点位，而且博士班比较的贵，没有群，所以说呢，尽量的来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的会员群，一定要小心骗子。你最好付款之后呢，就是跟我在会员区这边就是问答区来说一下，所有的正确的付款方式都只在会员说明，其他的付款方式都不是对的，有很多的骗子，一定要小心私信你或者是加你好友的人，好吗？我今天看了这位朋友的分享，我有很多的感触。我就希望大家在股市里面要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精进，因为你学到的东西，不管这个市场是上行还是下行，都会变成你的内生定力，让你会有非常从容的交易心态。有很多人说我进到股市我就想快速的赚钱，我告诉你，一定要慢慢的赚钱，慢就是快，慢它绝对不是迟缓，它是对速朽的抵抗。很多人就想做期权一夜翻倍，确实是你一夜翻倍了，但是你会以更快的速度给亏回去。慢它绝对是让你稳稳的去加速，稳稳的快。当你只有在股市里面你存活了，你下来了，那么你才能够稳定你的盈利。你的盈利只要稳定的，你的盈利才会越来越多。大家想一想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好了，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正题。大盘为什么能够从昨天的恐慌，今天反手拉出一根大阳？宏观和新闻层面的催化剂非常的关键。一方面，宏观没有额外的坏消息，美国最新公布的增长和就业数据仍然停留在增速放缓，但是没有坠崖的区间。那么市场对于美联储的预期也是基本锁定在今年小步慢降，但是呢，不会在突然加息的框架上。这种环境下，指数的下跌更多是估值和情绪的调整，而不是提前为某个经济深坑定价。另一方面，更直接的导火索来自于 AI 的产业链。那么昨天还在被 Anthropic 新 AI 工具要干掉一堆软件的恐慌支配的软件股，那么今天呢，就是因为要跟它进行签合作，被证实不是被替代，
而是被绑定的那批公司强势有一个反弹，市场的情绪从 AI 是天敌瞬间切回 AI 是增量订单中，那么软件板块是直接的来了一波 relief rally，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纳指和 QQQ 自然有一个抬头，但是今天的主角是谁？是 AMD。AMD 今天的大涨并不是技术性的一个反弹，而是实打实的大订单催化。公司公开宣布拿下了 Meta 一份超100亿美元级别的 AI 芯片长期大单，涉及未来几年在多个硬件代际上部署高达数吉瓦级的，这个是被媒体直接形容为 AMD 在挑战英伟达 AI 垄断道路上的转折性的胜利。那么这笔单的重要性不在于今年多收几亿美元的营收，而是在于它给了市场3个非常重要的信号。第一， AMD 终于在超大规模云厂或者是社交巨头那里拿到了一张头部 AI 大客户的入场券，不再只是英伟达后的陪跑选手。第二， Meta 公开说了，这是为了降低对英伟达单一供应商依赖，等于官方盖章，我们要分散 AI 算力的供应链，把 AMD 扶上牌桌。第三， AMD CEO 苏姿丰直接在公开采访里把这一单形容为 once in a generation， 改变 AI 基础设施格局的机会，把故事从追赶者拉到了新一级。所以说因此呢，股价今天 AMD 一口气涨了，当时最高是涨到超过 10%， 基本上是收复了今年以来的所有的跌幅。技术层面你可以看到，从200附近一脚踩回了多头主线的上方，把前几周那根财报暴跌砸出来的坑硬生生的就填了一大块。那么这件事情对英伟达意味着什么呢？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，这是对英伟达长期垄断地位象征性的一个敲打。他告诉市场 AI 基础设施的蛋糕不会只是永远你英伟达一个人吃。那么不少分析在英伟达财报前就反复的强调有2点的风险，就是说大厂他们自研 AI 芯片以及像 AMD 这样的替代方案越来越成熟。我们可以看到 Meta 今天一边在 AMD 这边签100亿订单，另一边本身又在做自研芯片，这个对于英伟达来说就是极其明确的信号。什么信号呢？客户要分散供应商，并且呢要压价谈判筹码的信号。另一方面，短期对英伟达的股价的反击其实是比较有限的，甚至呢你可以看到英伟达在盘中甚至有微涨，因为市场更担心的是 AI 总盘子会不会塌，而不是份额是不是被分一点出去。只要 AI 的资本开支总盘子维持在几千亿美元，英伟达只要还能够站住最大的那一块，利润和现金流就是非常的惊人。所以说市场对英伟达更多的焦虑是什么？就是明天财报会不会给出增速拐点、毛利见顶、订单节奏放缓的信号。而 AMD 这边的大单有点像是在财报前故意放烟花，一方面抬高整个 AI 半导体板块的情绪和预期，帮英伟达造势，另一方面也是在潜台词里提醒你们别只盯着英伟达， AMD 这边的 AI 故事也要重新的来重估估值了。那么我们来讲一下大盘的走势的情况，大盘有没有正式回到主升浪？今天的这一波，我告诉大家，你要谈主升浪还为时过早。今天我们把它解读为什么？就是修复型反弹的延续。主升浪有3件套，一个是什么？突破，第2站稳，第3是扩散。目前只看到突破在尝试，只走了第1步，站稳和扩散还需要确认。我们先看一下指数形态的股价，那么昨天砸下去是一次风险偏好的收缩，这个呢我在会员群，而且在昨天的视频里面我都跟大家讲的非常的清楚了。我们要学会去读懂新闻层面背后的含义，你才能够知道如何去理解新闻，如何让新闻更好的去帮你做交易，而不是你被新闻给拖住走，这个是最惨的韭菜，好吗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拉回来的核心意义是什么？就是说关键位附近有人接。那么今天 SPY 这边又给我来了一次680，你看到680，我跟你说你应该很兴奋，好吗？直接的做进去，好吧？那么但是现在我们要看大盘是否进入主升浪，要看能不能从反弹升级为趋势。反弹它是回到均线的附近，趋势是什么？就是要把前高压力变成支撑，并且回踩不破，把关键价位我们在说的
更好执行一点。那么就是说 SPY 这一条线，短线结构的生命线还是680一带。今天市场能够回撤到支撑再拉，说明680附近的买盘它是在的。只要接下来的2天收盘能够守住680，反弹结构还活着，跌破并且收不回，反弹就会变成下跌中继的概率大幅上升。我们再来说一下 QQQ 今天哎呀不好意思，又给你回到了600去试一下。我们可以看到600这个地方的心理锚也是结构锚，今天能够在600附近拉起来，说明多头还在硬扛。但是如果你要达到一个主升浪的确认，你要看到 QQQ 至少要站稳610上方，并且干嘛回踩不破，才能够算是从救火变成进攻。这里呢，我就给你一个非常直观的解释。SPY 你只要看到它在680到695之间来回弹， QQQ 在哪里？在600到616之间来回弹，这个就叫做震荡修复，不叫主升浪。主升浪是什么？你必须要把上沿给我打穿后，还能够稳稳的把回撤给我接住，让看空的人进行回补，让观望的人追进来，让做多的人去赶去加仓，那个才叫主升浪，好吗？然后呢，我们再给大家一个直接的判断，因为毕竟明天英伟达就要出财报了嘛，所以说明天如果说你有英伟达，而且你有 SOXL， 你想拿到我们盘前盘中的这个方向，并且拿到英伟达财报前的一个点位的话，那么你一定要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，因为明天我们会给大家细致的来进行说明。那么明天在英伟达财报出来之前，市场更大概率它会怎么走？它会先稳住，然后呢再去等方向。那么今天的上涨，它属于是把昨天砸过头的那一段给收回来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它并不代表着风险消失。理由很简单，第一，关税虽然按照10%执行，但是15%的上调还悬着呢。那么时间不明意味着波动，它还会进行反复。我太喜欢波动了，因为波动就代表着震荡，震荡就代表着我们这些会看点位的人就能够不断的去赚钱。好了，第二点就是今年软件板块已经明显的跑输，市场对 AI 冲击传统行业的担忧仍在。那么很多的调查也强调了 AI disruption与贸易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，所以说短期如果出现了健康的调整，这个概率是有，而且呢这个概率并不低，你一定要做好心理的防线。第三，明天英伟达是全市场的情绪开关，财报前资金会更加的谨慎，财报后才会把方向走出来。那么换句话来讲，今天的阳线它只是告诉你，我把人从 ICU从恐慌里面拽出来了，但是要不要进入到主升浪的这个列车，车票在明晚才出发。所以说作为专业人士，我必须要在大家头脑发热的时候泼一盆冷水。现在的科技股都在回暖，有没有风险？有啊，风险就在明天的盘后英伟达的这个财报。因为现在的市场已经进入到了单极化赌博模式，期权市场的隐含波动率已经非常的高了，这就意味着明天英伟达财报后不论涨跌，波动都会非常的剧烈。那么如果说英伟达的财报指引不及预期，虽然说概率很小我是看好英伟达的财报的。那么今天如果说有追进 QQQ 的筹码，明天可能会面临非常大的一个回撤，这个就是最大的风险，并不是说趋势的风险，而是说事件本身驱动的瞬间休克的一个风险。好吧，我们讲完了大盘的一个情况，讲的比较多我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好好听进去。我们现在视频时间做的越长了，我们的视频的这个含金量越高了，所以说呢，大家帮我点个赞好吗？英伟达明天我会跟大家在盘中的时候再更新一下，然后在会员群我会给大家明确的讲一下 SOXL 和英伟达的这个情况，因为英伟达在2月初的时候170这里。我们是叫很多会员朋友去入场的，如果你怕 SOXL 太高，那么英伟达这边入场没有任何的关系。然后现在呢，我给大家的一个周区间的压力是在193到195，现在已经达成了，你进行一个减仓没有任何关系。因为你可以看到英伟达这边尝试突破，已经是第3、4次进行突破了，而且在11月20日这里有一根非常大的阴线。那天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它的这个财报出来进行了高开低走，直接的一根大阴线。这根阴线要吃掉，还是需要一定的动能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怕风险，那么你就把你的风险降低。降低怎么去降低？就是降低你的仓位，可以进行一个减仓。我们突破的话呢，要去看明天。然后 AMD 我也跟大家反复讲了，200这个地方它是会反复的进行测试的。如果你在200有买入的话，那么今天你是可以进行一个减仓，因为它如果要蓄势待发的话，还是需要一定的动能，这个动能不一定马上就可以有，所以说呢，最近进行一个震荡，回撤一下200也是可以去
找到的，去观望的。然后再来说一下软件个股，今天软件个股的话呢，它是有一个回应段，但是像微软的话呢，它还是比较的弱势。微软它现在还是要去进行一个筑底，这个时间成本会比较的长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懒惰的人，然后呢，你是一个扛风险能力比较高的人，微软拿个半年，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，你的这个盈利会非常的丰厚的。我就把话说在这里了。再来讲一下特斯拉。特斯拉，我也在会员群一直跟我的会员朋友们讲说，400以下的低位筹码，好好的去拿好。特斯拉最近它也是有可能要走成一个 W 底，它现在在筑底的一个形态中，所以说好好的进行等待吧。有一些好筹码，它是需要时间的磨练才能够闪出像金子般的光芒的，好不好？再来讲什么呢？哎，苹果现在没有什么讲的了，苹果现在走的不错，它现在就是在我这2根线区间来进行一个波动，所以说这个比较好看，这个区间是比较好看的。如果你有做苹果的话，你就在这2边来进行操作。现在已经到了中位上部分了，所以说呢，已经接近要减仓的一个区间了。再来说一下 SOXO，我们最近做的非常的多，然后这一段时间是从50多，然后做到接近70要突破有一定的压力的，如果回到大概62上下的话，你还是可以进行买回。那么昨天和上周我们都跟大家有讲到63、62去买，买了之后你一股做个5块钱的差价，没有任何的问题，你的账户的这个盈利也会比较的漂亮。那么我们会在盘前盘中都会告诉大家 SOXL 的一个走势，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，好吧？花小钱办大事，一个月真的是比较的便宜，我觉得应该算是全网比较便宜的了哈。然后呢，我们盘中都会给大家做非常多的一个分析，让大家呢稳稳的去赚钱。那么加入富途木木的朋友，现在的优惠活动非常的好，大家用我视频下方描述栏的链接就可以来开户入金加入富途木木。那么今天讲的比较的多，希望大家呢好好的去吸收消化，好好的去学习，帮我点一个赞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